本是青一贯最年轻的天师，却在下山除妖时被女警官当场抓获，只因你携带的驱邪剑属于管制刀具，不仅要缴纳500元罚款，甚至还要以贩卖文物罪将你关进大牢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你激活了道教天师系统，果然穿越者的标配终于来了。就在1周前，你偶然穿越到平行世界的小道士身上，好不容易接受现实，刚接了个驱邪任务来到魔都，就被抓了。本系统旨在辅助宿主斩妖除魔，成为一代道教最强天师。宿主遴选，法号玄霄子，修为功德道法无，法器驱邪剑。宿主初次绑定系统，赠送新手大礼包，获得修为先天境、道法五雷正法、金光咒、天眼通、符箓基础符咒大全。随着系统声音落下，先天境修为加深，你的气质和感官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宿主可以用功德值提高自身修为和道法，或在功德商城兑换物品。功德值获取途径有完成任务、增加道观香客、斩妖除魔、提升个人名声及道观名望。即将发布新手任务，初入凡尘。宿主第一次进入凡尘，人前显神威，增加1名香客。任务奖励功德值100，开启功德商城。看来这个功德值是关键，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拿回你的剑，毕竟刚下山法剑就被扣，这要是让鬼知道还不笑死。随即你施展天眼通，看向前方的女警，信仰金光加深，看来是一位正气凛然的好警察。等下求情吧。很快你们便到了警局，队长雷阳带着徐芷晴和几位警官走进来。道长，你无证携带管制刀具，念你是道士，罚款就免了，但是剑要扣留，等你拿到相应证件我们再还你。你没有反应，因为你看到雷阳周身被一股黑红煞气所包裹，便和他说道：雷队长，我看你和身后几位警官邪煞缠身，你们今早可是去了什么地方？旁边的徐芷晴瞪了你一眼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你没理他。被害人应该是双眼睁大，四肢扭曲，外表没伤痕，死因是心梗。看他们震惊的表情，你知道你猜对了，这个邪祟不一般，能剥夺受害人的灵魂，从而增强自己实力。如果放任他继续夺魂，后果不可估量。于是你请求雷队长带你一起看看。此时雷队长眉头紧锁，他确实感觉到这次的案件有些不一般。听你这么一说，便试着带着你一起来到现场。这是个化工厂，工厂上方是黑红怨气形成的乌云盖顶。刚一进门，你的灵识便听到婴儿啼哭声。6月的天，身后几人却一直打冷战，怎么比早上冷了许多？看来这鬼物力量增强了，感知到邪煞是从后面住宅区传过来。不用雷队长带路，你加快脚步向后走去，打开楼门，邪气扑面而来，几人更觉得寒风刺骨。你连忙带领几人念起静心咒，太上台心，应变无停，驱邪附魅，保命护身，智慧明净，心神安宁。林道长，这是什么咒语？我感觉内心安稳了许多。这就是普通的静心咒，以后叫我道长时别带我的姓，带上我的法号玄霄子。好的，玄霄道长。此时前方突然飞出2个口吐鲜血的道士，大喊快跑，后面跟着一道黑影，正是那鬼物。这是一个五官端正的美人，腹部高隆，怀有身孕，朝着你们扑来。雷阳连忙开枪，但子弹却直接穿过鬼物身体。你见事态紧急，催动金光咒，一道护体金光把众人保护起来。随后金光大增，飞向鬼物，轰的一声，鬼物4分5裂，黑红色怨气四散开来。众人都已经吓呆，还是道人先反应过来，对你拱手道谢。交谈中你得知，道人法号玄清，来自天境宫，虽和你师父智玄道长是不同道观，但都同属正一道，受化工集团委托前来驱邪，顺便带小徒弟清月来历练。因为你和玄清同属玄字辈，所以清月还要喊你师叔。此时徐芷晴走来，道长，那鬼物死了吗？我怎么感觉越来越冷？其实在你见到鬼物时，系统便提示，这是一只阴阳鬼，也叫母子双煞，母体和胎儿共享生命，必须同时杀死，否则会借助对方复活。母亲在孕期间遭人谋害，如果处置不当，便会怨气冲天。看来这个化工厂发生过命案。雷队长拿出手机想要联系局里，看看最近有没有妇女失踪。此时一道婴儿的笑声传来，臭道士，有点本事，你的灵魂肯定能帮助我变强，我报仇有望了。接着只见厉鬼的碎片重新凝聚，没多久便恢复原样，眼中怨恨更深。你叹了口气，贫道念你有冤屈，才使用金光咒给你个坦白的机会，既然你不识趣，我便灭了你。随后念起五雷正法神咒，随着咒语念出，一股雷霆之力笼罩了整个建筑。阴阳鬼也感受到巨大的压迫感，恐惧尖叫道，臭道士，有朝一日我必会向你报仇。你不理会，手中法印猛然一合，一道巨大雷光从天而降，直劈阴阳鬼。就在此时，一只男鬼推开了阴阳鬼，自己接住了雷霆的轰杀。阴阳鬼发出一声凄厉的喊叫，连滚带爬的来到男鬼身边，声音带着哭腔，老公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男鬼虚弱的抬起手，轻抚着阴阳鬼的脸，小云，为了我们的孩子能转世，别再害人了。说完，男鬼看向你，眼中满是恳求，道长，我们夫妻自愿化去怨念，换为出生的孩子一条生路。话音落下，男鬼的身体逐渐消散，阴阳鬼跪倒在地，泪水无声滑落。你收起法印来到阴阳鬼身前，贫僧知道你有极大冤屈，尽管说出来，雷队长会为你伸张正义，我也会为你们的孩子超度，进入轮回转世。此时阴阳鬼也放下怨念，说出实情，她的老公是这家化工厂的排放废水质检员。半年前，他发现这里的废水超标，调查后发现是化工厂老板在偷偷做药丸，于是用手机拍下证据，却被他们发现，慌忙中把手机埋在了土里。那伙人严刑拷打，逼问手机下落，还把男人妻子抓来威胁，最终2人被害。见他说完，你便说道，放心去吧，雷队长会为你主持公道。随后手中掐诀口念咒语，阴阳鬼腹部也逐渐缩小，直到有东西自己离去，他脸上也浮现了笑容，化作点点光芒消散到空气中。恭喜宿主消灭了阴阳鬼，超度阴灵。
灵，获得1000功德值。我没完成任务吗？宿主完成了出入凡尘，人前险胜，但没有收获香客。你想了想，现场除了魂飞魄散的鬼物，就只有道士和警察了。道士有自己的道观，警察也有自己的信仰，确实没办法获得香客。随着怨念消散，化工厂也恢复往日的光景。雷队长也按照阴阳鬼说的地点找到了手机，随后派人控制住张氏化工集团。接下来的事你也无法继续参与了。和玄清师徒来到化工厂外面，你的表现令玄清大为震惊，尤其是五雷正法，在他的印象中，这种高深道法也不过寥寥2、3人能够施展。留了联系方式，玄清便带着徒弟离开了。几天后，局长亲自接待了你。张氏化工集团的案件已经成了全城焦点，但由于此事过于诡异，你的功劳无法被公开，你也不在乎这些虚名，只是要了张持剑许可证，便动身离开，前往师傅的老友处，继续之前的驱邪任务。走出高铁站，一辆豪车将你接到一处别墅前，主人何建军向你说了情况。他的女儿小轩在学校玩了一次笔仙，之后总能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，晚上还做噩梦，最近几天更是发烧出冷汗，意识不清，这才请你来看看。笔仙，你心里思索着，这所学校怎么样？小轩上的是财经学院，已有100年历史。那没错了，应该不是所谓的笔仙，而是地缚灵。地缚灵就是被束缚在某个区域的鬼祟，他们的能力是将人困在地缚灵的过往幻境中。说完，你们走进卧室，你对何雅轩使出天眼通，果然看到他正处于地缚灵的幻境之中。你从包里拿出一张黄纸，闭眼念咒，下一刻符纸化作一团火焰，飞向床头滋滋作响，10分钟后才渐渐熄灭。何雅轩也醒来，你看事情已经解决，嘱咐了几句，便与何建军一起出了房间。何建军非常感激，立马给你转了100万的香火钱。与此同时，系统声音再次响起，何建军已成为你的香客，宿主完成新手任务，奖励功德值100，开启功德商城，宿主为香客排忧解难，清除怨气，奖励200功德值。宿主收到香客的100万香火钱，可兑换成1万功德值，是否兑换？马德1比100的兑换率有点黑。你浏览了一下商城，法器、丹药、符箓、功法应有尽有，不过你的功德值太少，还是赶紧提升修为要紧。发布新任务，请宿主解决地缚灵以及怨气侵蚀的其他3个受害者，为道观增加3名香客。任务奖励1000功德值，看来还有3位受害者。随即你坐着何建军的车，帮其余2位女生成功解决问题，收获了几个香客和功德值。最后一个女孩叫赵丹丹，现在还在学院。商量过后，你们决定先回家吃过晚饭再去。回到别墅，何雅轩已经起床，你便问他关于地缚灵的事。他说起学院里的一个传闻，学院后方有2栋废弃的宿舍楼，相传30年前有一位学姐因为拿不到毕业证，于是穿着红衣从444房间跳了下去。之后凡是444房间的学生都会梦见这个红衣学姐。那日玩游戏时，赵丹丹由于害怕，擅自松开臂跑出444房间，结果几人在楼道遇到鬼打墙，幸亏学院李导师前来误打误撞破了幻境，几人才得救。听完你心里一惊，隐约感觉事情不简单。吃完饭，你们赶到学院，导师李志远在学院门口迎接你们，人已经昏迷了2天，时不时说着含糊不清的话，说着带你们向女生宿舍走去。来到房间，却不见赵丹丹的人影，你心头一惊，李老师，快带我去旧楼444房间。几人脸色一变，快步向学院后方跑去。果然在4楼窗台，赵丹丹正僵硬地往上爬，身后一个模糊的红衣身影若隐若现。你快速冲向4楼，一剑破开房门冲进房间。此时的红衣学姐由于时间太过长远，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灵性，就让贫道帮你解脱吧。你叹了口气，刚准备施展五雷正法，身后的李老师阻止了你。见到红衣学姐，她的眼泪刷一下流了下来。陈红，我对不起你。原来在30年前，当时的李老师是学校的助教老师，和陈红一见钟情，偷偷恋爱，结果被陈红室友发现举报。面对领导的问话，李老师却因懦弱没敢承认，结果陈红被学校开除。悲痛之下，穿着李老师送她的红裙子一跃而下。此时陈红也变回原本的模样。陈红，你带我走吧，我这辈子最想和你在一起。陈红却微笑着摇摇头。志远，你的生命比我重要，我会回来的。说完，陈红的身影渐渐消失，只剩李老师一人痛哭不已。你也上前安慰，他的执念已散，证明他已经原谅你了。随后众人救下赵丹丹，你也回到了何建军的别墅住下。这次你没有动手超度，陈红却也自己进入轮回，这说明修道之路应当顺从本心。你也对道有了更好的体悟。随后系统的声音也传来，恭喜宿主完美解决地缚灵的影响，奖励1000功德值，额外奖励300功德值。宿主明悟一次道，灵魂境界已经突破至先天境中期，是否消耗800功德值进一步提升修为？温馨提示，宿主目前所在的世界灵气稀薄，独自升至先天境中期最少需要3年。我擦，那我有的选吗？提升，宿主使用800功德值提升至先天境中期，功德值扣除成功。系统话音刚落，一股灵气融入你体内，周身泛起淡淡的金光，到达先天境中期，看似只晋升了1层，力量却是增强了将近2倍。随后你在功德商城逛了一圈，看中了一个9品蓝色道袍，具有免受普通鬼祟的邪气侵扰，帮助穿戴者更快的吸收天地灵气，提升修炼速度，帮助穿戴者保持心神清明，避免被邪祟迷惑或陷入幻境。兑换9品蓝色道袍所需500功德值，不愧是系统出品，全是精品。你没再犹豫，直接购买。紧接着全身一变，你感受到非常微弱的灵气正在向自己凝聚，太强了！系统查看面板，宿主林玄，法号玄霄子，修为先天境中期，功德值1700，道法五雷正法，金光咒，天眼通，法器驱邪剑，9品蓝色道袍。你满意的点点头，穿着9品蓝色道袍直接睡下。第二天，系统任务发布，新任务积攒香客。魔都作为华国第2大城市，人口众多，因此在魔都为道观增加100名香客，扩大清一观道观的影响力。任务限时100天，超过时限
奖励全无。任务奖励：聚灵丹1枚，5000功德值；马德100名相克，还限时100天。这是要累死我吗？看来自己一时半会儿是离不开魔都了。想到自己还没有道士证，于是跟何建军打听到道教协会的路。何雅轩一脸兴奋，执意要跟着你做向导，你也拗不过，只好答应。临近中午，来到魔都市中心黄浦区的海上白云观，让小轩在前殿等候。你独自一人来到后殿的办证处，却得知办道士证需要用到传度证。传度证是师傅传授和考察认证的道士入门证明。你一阵无语，自己的师傅都羽化飞升了，去哪找师傅？眼看无望，这证件又不是刚需，你便起身离开。等等，此时身后走来一位鹤发童颜的老道士，叫住了你。你探查修为，老道士已经达到了筑基境界。此时老者开口：你背上这件我认得，你难道是智玄道友的弟子？旁边小道士介绍道：这位是正一道魔都的协会副会长智华天师。你立刻恭敬行礼，并把师傅10日前仙逝的事情告诉智华。没想到他脸色一变，拉着你来到一处阁楼，拿出一本封魔录给我看。原来这驱邪剑是1000年之前张角所打造，有镇压邪祟的效果。100年前，一名由山匪化作的赤眼恶鬼到处残害无辜，道教前辈们联手把他封印在郊外的一个寺庙废井中。如今天地灵气枯竭，阵法也维持不了多久，所以想借驱邪剑去消灭赤眼恶鬼。你想了想，驱邪剑以任你为主，想发挥全部威力，只有你能做到。这赤眼的实力怕是有先天境级别，而你现在是先天境中期，加上驱邪剑以及五雷阵法，对付这赤眼恶鬼也有70%把握。于是便请求加入这次行动。智华道长虽然也担心你的安危，但也没办法，只能答应。随后命一名小道士叫来5人，分别是会长邱鹤良、副会长李星云，还有3位主持赵灵月、智雷、智峰，既有正一道，也有全真道，2大教派合一。这次行动确实下了血本，众人商议良久，决定明日正午进入法阵，击杀恶鬼。你和何雅轩打好招呼，就在道观住下了。夜晚你盘坐在床上，花了900功德将五雷阵法和金光咒提升到小成。次日清晨，众人乘坐大巴来到法阵旁，准备和赤眼恶鬼决战。6位道长各自站住阵脚，你则在旁边伺机而动。准备完成后，邱鹤良运转阵法，阵法瞬间放大数倍，把几人包裹进去。一股庞大的阴煞之气从井口涌出，赤眼恶鬼随即现身。他鬼狠话不多，猛然挥动手臂，一道赤红色的火焰夹杂着阴煞之力，直扑巴阳镇魔法阵。李星云大喝一声，他的实力还在先天境后期。大家稳住法阵，法阵金光大放，护住众人，却也惹恼了赤眼恶鬼。只见他的双手瞬间变大数倍，扑向邱鹤良，不自量力，噬魂之爪。邱鹤良是法阵阵眼，万一被攻破，整个法阵都不保。智雷见此，当即念起雷火法咒攻向赤眼恶鬼。赤眼恶鬼只好放弃攻击邱鹤良，转身一爪击破雷火。其他人也使出自己的手段，赤眼应接不暇，发出一声摄人心神的咆哮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周身泛起赤红色的火焰与黑色的阴煞之气，众人顿时感到一股压力，实力也降到了筑基中期。赤眼恶鬼开口道：多亏了你们先辈布下的法阵，这120年，我以阴煞之力刻画法阵，创造出一个可以压制敌人实力的怨魂领域。受死吧！赤眼恶鬼说完，重新发动攻击。此时众人都已经丧失了斗志，有的人甚至已经闭眼等死。你知道你再不出手就晚了。随即一个金光咒丢过去，瞬间抵挡住赤眼恶鬼的攻击。众人惊讶不已，金光咒可是只有先天境才能使用的法咒。只见你缓缓走进法阵，先天之气把赤眼恶鬼的怨魂领域威力减弱不少。区一个先天境中期小子，也敢在老子面前大放狂词，我先吞了你，然后再吞他们几个，老子便能遨游天地间。赤眼话音刚落，猛然挥动手臂，一道赤红色的火焰夹杂着阴煞之力直扑过来。你冷哼一声，手中的驱邪剑猛然一挥，凌厉的金色剑气迎向赤眼的攻击。赤眼恶鬼的火焰被剑气击碎，化作无数火星四散开来。驱邪剑专克邪祟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赤眼怒喝一声，手持镰刀攻向你。五雷阵法，雷来！你大喝一声，天空中骤然响起一声雷鸣。赤眼恶鬼根本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雷霆击中。但赤眼实力强于你，勉强抗下这一击。赤眼恶鬼暴跳如雷，全身阴煞化作一道巨大的黑色利刃，直劈向你。你连忙施展金光咒护体，但还是被赤眼奋力的一击震退，体内气血涌动，嘴角流出一丝血。系统50万香火钱兑换5000功德值，消耗1600功德值提升至先天后期，扣除成功，宿主境界提升至先天境后期。你身上顿时爆发出一股磅礴的灵气，把赤眼的领域完全逼退。赤眼血眼一瞪，你的境界怎么瞬间提升至先天境后期？智华道长等人也无比震惊地看着你，而你只想快速结束战斗。赤眼，你作恶多端，老天爷也要你魂飞魄散！去他娘的老天，老子不信天，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力量！随即他的阴煞全部倾泻而出，化作一道3米左右的大砍刀劈向你。冷哼道：五雷阵法，天雷微微，以剑引之。双手持剑向天一举，顿时一道巨大的雷霆从天而降，融合驱邪剑。驱邪剑如同发射出去的弓箭，朝赤眼射出去。剑身雷霆大放，击碎赤眼的鬼刀，直击赤眼。赤眼发出最后一声绝望的嘶吼，身体在驱邪剑和五雷阵法斩击下，瞬间化为灰烬。随着赤眼的陨落，周围的阴气逐渐消散，下午的阳光重新照在地上。智华道长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，他们原本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，却没想到你竟然突破境界，一举击败了赤眼。恭喜宿主艰难战胜先天境后期的恶鬼，获得1万功德值。1万功德值，这把不亏，本来只是想办个道士证，没成想还能遇到一个 boss。你收起驱邪剑，转身看向智华道长等人，微笑道：各位师叔，玄霄幸不辱命，赤眼已除，终于可以安心了。邱鹤良说道：玄霄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道教的未来就依靠你们年轻一代了。回到协会，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。那个，我确实有件事要拜托你们，你尽管说，不管是道法还是宝物，我们都会尽量满足你。我想要申请道士
士证，但我没有传渡证，需要你们作保。你无奈地说道。智雷哈哈一笑，我当是什么？别说道士证，天师证我也给你申请下来。晚上众人回到白云观，虽然白天消耗了不少体力，但心头大事已了却。众人一直庆祝到很晚。你躺在床上查看今日收获14001的功德值，你心中满满的安全感。系统提升至金丹境需要多少功德值？宿主从先天境后期提升至金丹境，总共需要99900功德值。卧槽，先天境和金丹境为何差距那么大？筑基只是修道的入门基础，先天境则是从入门到入道的过程，而金丹境才是真正的入道。宿主面对赤眼恶鬼应当庆幸，经过100年的封印，从金丹境跌落先天境，否则10个先天境后期也不是金丹境的对手。宿主如果拥有金丹，寿命可达999年，代表着真正的脱离了凡俗。你沉默了。99900功德值换寿命达999年，这么一算好像真挺值，但为什么不是1000年？我一个强迫症看着难受啊！宿主，你修道白修了吗？久为极致，要想达到1000年寿命，需要金丹化阴，达到元阴境。这系统是真抠，你也不理会了，翻身睡去。第二天，你顺利拿到道士证，拜别了各位师叔，回到了何建军的公司。刚进公司门，就感觉到一股士气。你看向从电梯中出来的2位女子，领头的正是苏氏集团的总裁苏锦。吕娜，你知道我的，我宁愿用低价格卖给其他公司，也绝不会把产品卖给矮国企业。苏总，赚钱吗？不寒碜，浮生无量。你好，施主。频道很好奇，你怎么跟一具尸体在一起？什么尸体？这是我的秘书。你神经病吧？随即推开你向前走去。你施展天眼通，只见吕娜身后附着一个恶鬼，恶鬼的额头刻着诡异的符文，控魂术，这是茅山邪修的手段。你怕苏锦有闪失，于是偷偷给他施了驱邪咒。此时何建军也走来，见你正在施法，便说道：“这个吕娜挺活泼的一个姑娘，今天再见她，就感觉有点邪门。本来说好的价格，今天签合同前却反悔。道长，她是中了什么邪？”你微微一笑，她没中邪，只是死了而已。这吕娜中了茅山的五鬼御尸术，名门正派能用这种邪术的，必是偷学了禁术的叛徒。何建军闻言紧张至极，自己可是和吕娜谈了半天生意。随即你们来到何建军的办公室，你从角落的发财树下发现了7根官钉、7煞锁魂钉。何老板，有人要断你财运，夺你阳寿。何建军脸色微变，一定是为了苏氏集团的新能源产品。新能源现在是新兴产业，不少企业都盯上了这块蛋糕，其中有一家倭国集团，也是我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。倭国茅山道士吗？你灵机一动，上网搜索茅山叛徒，很快找到一条20年前的新闻。湘西赵无言20年前拜入茅山偷学禁术，专精五鬼搬运和御尸之法，最后叛逃茅山派，应该就是他。如今只有靠苏小姐找到邪修的突破口了。此时苏锦刚洗完澡，镜子因为热气蒙上了一层白雾，苏锦正准备擦去雾气，突然白雾后浮现出一张惨白的脸。苏锦惊叫一声，向后看去，吕娜，你怎么进我家的？只见吕娜眼神呆滞，脸部一块黑色斑块清晰可见，向苏锦缓缓逼近。苏总，倭国那边同意再加价3%，现在可以签合同了吗？苏锦退无可退，眼睁睁看着吕娜的手向自己伸来。这时苏锦身上泛起金光，震飞吕娜。原来是你给苏锦施的驱邪咒起了作用。此时你也及时赶到，随手一张符咒把恶鬼从吕娜身上打出来。区区失魂也敢害人？驱邪剑劈下，失魂化作一缕青烟消散。恭喜宿主击杀失魂，获得500功德值。你看向吕娜，手中掐诀，让吕娜灵魂显现。道长为我伸冤啊！5天前我去倭国集团谈生意，没想到负责人周海波却逼问我技术机密，我没说，他就和邪修把我杀害，将我的魂魄禁锢在体内。小景，替我照顾爸妈。苏锦用力点头，从今以后他们就是我的父母。说完，吕娜的身影渐渐消失离去。你看着凌乱的现场和哭成泪人的苏锦，拿起手机打给了徐芷晴，将事情说了一遍。道长你放心，我现在打给许局长，让他和魔都局长段中国沟通。挂了电话没一会儿，警员和法医便赶到了现场。你们和局长段中国、警员何勇一起回到了警局做笔录。与此同时，周海波也被带到审讯室，但由于没有直接证据，如果周海波拒不交代，也只能把他释放。你沉思片刻，在功德商店兑换了一张真言符咒，有控制心神、迫使对方说实话的功效。你把符纸交给段局长，让人贴到周海波身上，在符纸的作用下，很快周海波便交代了一切，怎么和赵无言谋害吕娜，利用法术控制其他竞争对手的高管，获取商业机密等。最主要的是，他交代了赵无言现在就藏在他的别墅地下室，他在周围布置了障眼法，所以警员在逮捕周海波时，并没有发现赵无言的踪迹。得知赵无言还在地下室，局长立即组织队伍准备出发，当然也带上了你，毕竟障眼法还需要你去破除。半小时后，特警队员们将别墅围得水泄不通。你站在客厅中央闭目凝神，手中掐诀，从怀中取出一张黄纸，画下一道破幻符，径直走向一处墙角，将破幻符贴在墙上。符纸发出淡淡金光，墙壁如水波般荡漾起来，逐渐变得透明，露出一扇隐蔽的铁门。果然有密室，你一掌破开铁门，一股浓重的阴邪之气涌出。你掐诀保护住众人，率先进入。只见大厅中站着一个瘦如枯骨的身影，我还以为除我失魂的是道友，没想到是一位小辈。你拔出剑来指着对方，赵无言，你修炼邪术残害无辜，我今日定将你正法。赵无言怪叫一声，手中一串念珠朝你甩来，身上的气势猛地爆发，竟然达到了先天境初期。可想而知，在这份实力背后有多少无辜之人。你不敢大意，念起金光咒挡住了念珠。赵无言惊恐叫道，你竟然已经到了先天后期，不过我的40年禁术也不是白练的。说完便跑进一扇小门中，你紧跟进去，门内一片漆黑，中央是一个木祭坛插着小旗。只见赵无言拿出
出一张符咒，嘴里吼道：“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禁术五鬼秘录，五方鬼帝速速降临。”随着咒语念出，5只红皮肤独眼鬼从地下钻出。你嘲讽道：“这五鬼搬运术不过如此。”随即把灵力注入驱邪剑，顿时剑身金光大震，鬼物面露恐惧。赵无言认出你的剑不是凡物，怒道：“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五鬼威能！”说罢，一口精血喷向五鬼，鬼物们身形暴涨，朝你袭来。你不敢大意，剑指苍天，使出五雷正法，蓝色雷霆劈向鬼物。谁知刹那间，鬼物凭空一闪，原地消失，来到你身后。你反手一剑刺出，火花四溅。感受到鬼物的强大，你将剑插入地下，双手结印道：“八阳阵魔法阵。”你的脚底浮现小型八卦，配合金光护体，鬼物撞在上面，顿时惨叫后退。赵无言肉眼可见的开始慌乱，五指插进胸膛，嘴中喊道：“以我心血赐我鬼王！”手臂一挥，心头血洒向五鬼。只见他们痛苦哀嚎，身形扭曲，竟化作一只血煞鬼王，实力竟是先天境中期。鬼王废话不多，直扑向你。你冷哼一声：“区鬼王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”五雷正法，诛邪，剑身雷霆之力瞬间爆发，劈向鬼王。这鬼王融合了五鬼之力，实力强大，硬扛下这一击，将你击飞。一丝血迹从你嘴角流出来。赵无言带着癫狂的笑容：“小子，你拿什么和我斗？”随即令鬼王将你解决。眼见鬼王将要冲来，你不再留手，将全身法力凝聚在驱邪剑上，又吐了口精血在剑身。今日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道门正法。随即双手举天，5道金色雷霆从天而降，全部落在鬼王身上。没有理会赵无言的震惊，手起刀落，鬼王头颅应声而断。赵无庭面如死灰，他以心血饲养鬼王，现在鬼王已死，他也慢慢化作一团黑雾，消散在空气中。恭喜宿主击杀先天境初期邪修道士，功德值加1万，目前持有22100功德值，离金丹境更近了一步。你见现场已经不需要你，便与警员何勇一起回警局。道长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我要是能有这么高的修行就好了。何警官，你们守护一方平安，已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，一生无愧于天地人民，这便是最好的修行。何勇听了，心中一阵感动，郑重的点头道：“我的理想就是当个警察，守护一方平安。”很快你们到了警局，录了笔录，事情总算告一段落。晚上你便在苏景家借住，躺在床上，你思索着怎么发展香客，突然灵机一动，不如去天桥摆摊发展香客，这样香客们可以口口相传，速度会快很多。随即你问系统天眼通升级有什么效果，天眼通达到小成境界，可以预感一个人的因果链，确定他人未来几天的大概走向；大成境界可看透一个人的命运，过去和未来；提升至神通天眼，可上小天理，下至地理。听完后你没有丝毫犹豫，果断升级为小成境界。随后2个月里，你依靠天眼通主动出击，把香客增加到了90名。这天何建军突然给你打来电话，他公司有个财务部主管叫叶慧宁，他儿子前段时间出去旅游，上星期回来时穿着古代的衣服，每天白天在家无精打采眼神空洞，晚上却精神百倍，每当12点左右就会穿上古代服饰出门，第二天6点才回来。你听完心里很是疑惑，思索片刻你有了猜想，他在和一只古代的女鬼约会。听完何建军的介绍，随后你来到叶慧宁家，根据你描述的情况，你儿子陈子安很有可能是受到女鬼蛊惑。什么女鬼？没错，而且看你儿子的穿戴，应该是宋朝时期的，一会儿跟在他后面看看。好的道长。时间很快来到12点，只见陈子安走出小区，叫了个出租车驶离。叶慧宁着急了起来，现在叫出租车也来不及了。你缓缓开口道：“不要紧，你就在家等着吧，我自己去追。”随即便在叶慧宁吃惊的眼神中施展轻功，一转眼就到了几米开外。叶慧宁目瞪口呆的愣在原地，道长真是活神仙啊！就这样，你在出租车后面跟了30多公里，来到了郊外一座坐落在山谷间的破败寺庙。陈子安轻车熟路的走进去，嘴里还嘟囔着：“秋莲，今晚会是一个难忘的一天。”紧接着一个人影走出来，对陈子安道：“子安，你又迟到了，他们都等不及了。怎么还有其他人？难道不仅一个鬼祟吗？”如果叶慧宁在这里，一定会认出此人，他就是陈子安的同学，一起出去旅游的严晨浩。只见严晨浩催促道：“快点，我的秋和妹妹恐怕等急了。”说完，二人便走进寺庙。你屏住呼吸等了10分钟，寺庙中没有动静，最主要的是周围也没有一丝阴气，你怕有闪失，直接翻身走进寺庙中。只见到陈子安和严晨浩躺在枯草上，呼吸平稳，就像是睡着了一样。周围也没有他们所说的秋莲和秋荷，只在中间墙壁上有个破旧的红布挂着。你探查他们二人3魂7魄中有2魂6魄不在体内。你施展出天眼通，发现红布处一道紫气闪过，直接拔剑把布料挑下，一块铜镜出现在墙上。难道他们进入铜镜中了吗？随后你在二人身边盘坐，控制着精气神3花靠近铜镜，下一秒你便被铜镜吸入。反应过来时，你身处一片浓雾，浓雾前方有一道道的烛光，原来这是一条繁华的古代街道，每个人都身穿古装，不过用天眼通看去，这些人都是纸片人。街道尽头是座灯火通明的青楼，刚踏进门中，保姆便迎上来。这位官人看着面生，不知官人想找什么样的小娘子？我们这有春桃、夏荷、冬梅。你摇了摇头打断他，我听闻秋荷和秋莲是这里的花魁，我出10倍的价钱让他们出来伺候我，不然别怪本官人拆了这里。就在保姆愣神之际，楼上传来一女子的声音，官人好大的火气，妈妈让她上来吧。既然秋莲邀请，官人请上楼吧。你见这秋莲不是纸片人，就是个周身充满怨气的灵体，就是你要找的人。没有犹豫，直接上了楼。走进屋子，陈子安和严晨浩正坐在桌子旁，桌子上放着酒，你直接拆穿，你们胆敢留在铜镜吸取活人的精气神，贫道留你们不得。随后你走到陈子安2人身前，一人打了一巴掌。陈子安，你妈妈叶慧宁让我把你带回去。听到自己母亲的名字，陈子安眼中闪过一丝复杂，但很快反驳：我不回去，外面每天早出晚归，还养不活自己，而这里不用付出任何劳动，就能享受到帝王般的待遇，还有秋荷相伴。你
看二人执迷不悟，便给他们使出天眼通。你们看清楚，他们是没有心的女鬼，别让欲望蒙住了你们的心眼。秋莲恶狠狠地说道：“臭道士，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，你的法力在这使不出来。”说完，二人向你袭来。此时你的心里一阵后怕，幸亏将天眼通升至小成境界，能以精神力发动精神攻击，不然此时没有法力还真招架不住。随即你双手掐诀，天眼通破望，只见你金光大盛，抵挡住两人攻击，但也消耗了70%的精神力。趁着两女 CD 时间，你拉着两人冲破屋顶，向月亮飞去。你来时便感到一阵坠落感，再加上浓雾、铜镜、月亮的联想，猜想到月亮就是出口。看女鬼慌张的神色，你更加确定了你的想法，脚下发力，向着月亮飞去。此时你突然发现下面有一座院落，中央站着一位头戴凤冠、身着红衣的女子，宛如活人。你正惊叹此人的容貌，下一刻，你们三人回到寺庙，你连忙归位，口中吐出一口淤血，迅速起身，用符纸把铜镜封住，长叹一口气，这次损耗了不少精神力，恐怕得调养许久才能补回来。丁，检测到宿主灵魂状态极差，可用1000功德值在功德商城兑换运魂丹，快速恢复受损的灵魂。真是贴心的系统，毫不犹豫选择兑换。入定了1个时辰，感觉精神力恢复到了最佳状态，系统出品，必属精品。此时二人也转醒，看两人惊魂未定，你给了他们安魂符，若再晚3日，你们就会精气枯竭而亡。现在社会确实残酷一点，但没有尝到过苦，怎么才能体会到人生的快乐呢？这才是真实的人生。现在告诉我，你们是怎么被迷惑的吧？二人便说出缘由。原来那日两人放假出游，晚上准备回家时，路过这座寺庙，这才被两女迷惑。突然间，两人感觉后背一阵刺痛，你来到二人身后，两人后背都有一块铜镜印记，散发着紫气。墙上铜镜上的符咒此时也发出血色光芒。不好，他们在唤你们的三魂七魄，一旦你们身上的印记发作，还是会不受自己控制的来到这里。但铜镜暂时有我画下的封魔符，还能撑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里，频道必须搞清楚铜镜的来龙去脉。快天亮了，白天是安全的，我们先离开这里吧。说完，三人向门口走去。就在你快要离开时，铜镜里传来一道带着欣喜又清冷的声音：“你回来了，怎么不来见我？”你脑中想到了那个头戴凤冠、面容姣好的女子，你强压心中疑惑，快步走出去。由于严承浩家比较近，你们决定回他家休息，给陈子安母亲报了平安，你们便睡下。第二天，你在网上查询铜镜的线索，查到了一段宋末元初历史。德佑2年，元军南下，清越郡主为了不被元军俘虏，选择以身殉国，并把整个郡主府焚烧殆尽。这么说，那日见到的凤冠女子就是清越郡主，她为何会出现在铜镜中？你突然想到邱贺良作为本地道教的会长，肯定知道一些事，于是打电话询问，得知这座寺庙名叫玄真观。元朝初年，一位名为法号玄真子的道士带弟子下山游历，途经清越郡主府邸废墟，就在废墟之上创建了玄真观，一直到上世纪，最后一任玄真观传人仙逝，玄真观便彻底断了传承。这么说来，应该是玄真子发现了铜镜的不凡，便创立了玄真观。镜中的女人应该就是清越郡主，秋莲和秋荷则是他的侍女，但不知何时得来的铜镜沾染了清越郡主的血，而郡主临死前仍有执念，铜镜便把郡主以及侍女的魂魄吸入镜中，同时铜镜因对准整个府邸，把府邸焚烧前的样貌映入镜中，形成了一个世界。所以铜镜应该不是凡俗物品，而是一件法器。因郡主的血误打误撞激活了铜镜，才会导致如今的局面。郡主的执念也只有未婚夫了。不管了，为了不让铜镜继续祸害别人，今晚必须要去镜中世界再闯一次。当晚你便召集两人来到玄真观，你们的任务就是在寺庙守着我的身体，别让鼠虫咬到。说完便准备进入铜镜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即将进入玄阴镜，是否以实体进入？你听完一愣，玄阴镜是什么？此铜镜名为阴阳玄光剑，是上古人黄轩辕氏所打造的后天灵宝法器。封神大战后，阴阳玄光剑一分为二，分别是浩阳镜以及玄阴镜。浩阳窥天，玄阴窥地，二者合一可窥三界和天地气运。因那女子自尽时，心血沾染了玄阴镜，所以成为了玄阴镜器灵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以实体进入是怎么回事？正常情况只能以精神体进入铜镜，宿主想要以实体进入，需要1万功德值兑换破戒符。1万功德值，你干脆打了我吧，精神力又不是打不过。没有再犹豫，再次进入铜镜世界。这一次街道不像上次繁华，没走几步，只见那位头戴凤冠的女子飞到你面前，压迫感十足。看来这铜镜中你完全不是她的对手。几百年了，清月终于等到相公的归来，你大吃一惊，郡主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相公。赵清月看向你，这镜子可通阴阳，我亲眼看到你进入轮回。随后拿出一根发簪递给你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接触到发簪瞬间，你脑中闪过陌生记忆，不对，你连忙掐诀念咒稳住心神。郡主，你的迷魂手段对我没用，就算我是你100年前的未婚夫，但现在我就是我。贫道还是劝你放下执念。清月不语，抬手将你带到一间华丽的卧室。郡主是要霸王硬上弓吗？赵清月笑着展开一幅画，画中人威风凛凛，竟然和你长相一模一样。当年玄真道长为我建立道观，想以香火净化我，反而让我成为器灵。我也从未害过人，不然寺庙周围早就寸草不生了。至于那2个登徒子，他们半夜偷铜镜想卖钱还赌债，结果取不下铜镜，恼羞成怒往铜镜上泼尿，被铜镜反噬留下印记。此刻你突然有种被当枪使的感觉，我出去后会查清他们的行为，希望你也停止这种做法。赵清月听你要出去，连忙拉住你，我等了你几百年，你要走也要带着我。就在你纠结的时候，系统声音响起，如果带走器灵，你就可以把玄阴镜取下来，有机会找到另一块浩阳镜，合成后天灵宝阴阳玄光剑。你听后双眼金光大放，拉着赵清月就离开了铜镜。出了玄阴镜，就听到2人对话。老严，你说道长什么时候能出来？我怕债主找上我妈。严承浩奸笑道，我早就想好了，如果这道是消灭女鬼，咱们就拿铜镜卖钱，如果没消灭，咱们就把债主引到这，借鬼杀人。听着这番对话，你
你叹口气，这俩人真是无可救药了，随即回归身体，点破两人做的事。严承浩见事情败露，突然暴起，掏出一把匕首刺向你，但这对你毫无威胁，3两下便制服两人，把他们交给警察，并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叶慧女，成功收获1名香客。随后几天，你除了带赵清月这个好奇宝宝四处乱转，就是在天桥摆摊，顺便寻找浩洋镜。这天摊子前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，在旁边眉头紧锁，犹豫不前。你开口道：“先生眉间有郁结之气，想必是事业受阻。”男子大吃一惊：“道长你怎么知道？”就在这时，几个混混走了过来，为首的光头一脚踢翻你的摊子，冲着西装男说道：“李总该还钱了吧？”赵清月见你的摊子被踢，气得飘了起来。混混们只见一个古装女子飘在半空，恶狠狠盯着他们。你怕事情闹大，急忙制止，转过头来，混混们早就吓得四散而逃。你急忙抓住西装男，好不容易来的生意可不能被吓跑。李总别怕，障眼法而已，咱继续说事。李总调整了一下心情，道出原委。原来他经营着一家餐馆，原本生意挺好。半年前来了一位风水先生，叫张大师，说餐馆财气不聚，免费改了改风水，生意果然红火了不少，但只持续了1个月，之后生意就每况日下，现在马上要维持不下去了。你听完后说道：“有可能是风水问题，我去你店里看看吧。”随后和李总一起来到餐馆，刚进门口就看到柜台上摆着一只金蝉，眼睛是血玉做的。你取出一张符纸放到上方，符纸无火自燃。李总，这是运蝉，有人要害你。李总吓得倒退2步，我没什么仇人啊。赵清月对你说道：“相公，金蝉下面有东西。”你闻言抬起金蝉，下方有一张黑色符纸，画着一些符文，这是五鬼招财术，加上是运蝉把你们的财运转移他人。不止这些，你的后院也有煞气，我们去看看。推开后门来到后院，院子中种着一棵枯死的树，这是枯木煞。你挖开树根，里面赫然是一个人偶，胸前雕刻着一串数字。李总看后惊叫出声：“这是我的生辰八字。”此时你面色愈发凝重，这是双重风水煞，它是冲着你的命来的。你把金蝉换掉，枯树挖掉，种上桃树，即可破掉阵法。李总就像见了救星，让自己老婆招待你，自己亲自去办这2件事。这时你注意到枯树后边有一块圆形阴影，赵清月一眼就认出，这尺寸和玄阴镜尺寸分毫不差，难道是浩洋镜？你用了1下午的时间，帮李老板破了风水阵，收获了2名香客和1万香火钱。第2天，你本打算继续摆摊寻找张大师线索，李总突然来找你：“道长，张大师绑走了我老婆，让我用自己的命去换。”你略加思考，先有是运蝉和枯木煞，现在又要你的命，难道他是想复活什么人？时间紧迫，你便和李总一起赴约。根据指示来到一处山洞，走进去，里面是一个天然洞穴，地下摆着阵法，昊天镜悬在半空，阵法中央是一个穿嫁衣的女子，张大师就守在旁边。灯光照耀下，李总看清自己妻子躺在边上，刚要冲过去，被你一把拽住。这是7星借命阵，他在激你入阵。张大师开口：“道友挺识货。”你轻蔑一笑：“叫我道友你还不配，你害人害己，还想复活台上的女人。你每夺一条命，他的魂魄就被天道消去一魄，现在躺着的只是一具躯壳罢了。”你话音未落，张大师恼羞成怒，放出一股毒气，你催动金光咒驱散。张大师见攻击被挡下，咬破手指在浩洋镜上画了一道符，空中竟幻化出一条巨蟒向你冲来。你则是微微一笑，这张大师只是风水先生，不是道士，依靠浩洋镜的能力才会一点点法力。你站在原地任由蟒蛇撕咬，毫发无伤。张大师阴惨惨一笑，掏出匕首刺向自己心血，眼里金光大放。其实我的命格也能复活我的婉儿。话音未落，浩洋镜发出强烈光芒，等到光芒消散，只见婉儿直挺挺站在中央，居然在浩洋镜的加持下，直接变成了僵尸王。看到婉儿苏醒，张大师癫狂的大笑起来，冲到婉儿身前：“婉儿，我终于救活你了。”但是话音刚落，婉儿突然暴起，抓住他的脖子直接扭断。赵清月都吓得紧闭双眼，他怎么直接嘎了他？因为是他害得婉儿不入轮回，不人不鬼，所以第一个报复对象就是他。随即你抽出驱邪剑，今日不能让他离开这荣谷。李总，你抱着你老婆离开这里，我去拖住他。说完，你一个闪身冲过去，剑身和狮王碰撞在一起。虽然实力比自己弱，但狮王在浩洋镜加持下，完全就是刀枪不入。你收起驱邪剑，拿出玄阴镜。既然婉儿是浩洋镜复活的，用玄阴镜对付他再好不过。只见赵清月化作一道蓝光从镜中飞出，笼罩住狮王。狮王动作顿时一滞，发出痛苦的嘶吼。你抓住机会，五雷阵法使出，趁着婉儿麻痹破防之际，挥剑斩向婉儿脖颈，一剑斩首。此时溶洞剧烈震动，要塌了。你拿起浩洋镜揣入怀中，迅速离开此地。